在前几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指出一个34岁的高等教育工作者 Richard， 他就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必须做2份工作，非常辛苦的去度过这个难关。那直到后来他这个难关度过了，他就找到了一个更加高薪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开始觉得生活开始有希望了，变得更加乐观了。然后呢 ，maybe 他过后就可以开始享受自己的这个生活了。结果呢，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百物上涨的这个年代就来了，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包括你的这个吃的、喝的，包括你的这个衣服，所有的生活用品，还有这个汽油，全部都变得更加的贵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工作者就跟他说：“我那么辛苦工作，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更加好的事业，得到更加好的这个工作，更加高的这个薪酬。那感觉上我得到了，但我的生活很像都没有进步到，我很像变得更加的就是痛苦了。”变得就是卡在这个焦灼的状态里面。那到底在这个百物上涨的年代，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贵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可以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呢？所以今天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3个法则，让你可以在这个百物上涨年代呢，依然可以去享受你的人生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掌握接受思维。当一件东西没有办法就是与我们的预期去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会变得非常的焦躁。但是呢，这个焦躁呢会变成2倍，如果你内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外在的改变的影响。就很像是呢，你卡在了这个交通的这个阻塞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去上班，或者是可能你在下班的回家路上，你可能会知道没有办法准时的回到家，或者是去上班。这时候呢，你会选择在这个交通阻塞的情况下去埋怨政府，去抱怨政府的无能，然后去骂其他的车辆等等。还是呢，你会选择去接受这个情况，然后开始打开自己喜欢的音乐、喜欢的这个 podcast， 或是听一听这个说书等等的，去享受这一个时刻，开始让自己可以进正，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思维呢。所以这个就是这2者之间的这个区别。那前者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烦躁；那后者呢，他选择了用一种创意的方式呢，同样呢，可以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呢，保持内心的这个平静。我非常喜欢一个这个西方的这个祈祷文，宁静祈祷文，布尼尔所写的，他就提到：主啊，请赐给我平静，让我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主啊，请赐给我勇敢，让我呢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最后呢，主，请赐给我这一个智慧，让我去分辨这2者之间的这个差别。所以这边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对于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去接受它，然后去把焦点呢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像我以前呢是出生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我在应该10岁的时候，我的家就被这个大火烧掉，然后我已经家很穷了，然后被大火烧掉，然后呢我又有就是在中学的时候又跟这个马来同胞打架，然后就打得头破血流，很像所有的事情都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那时候的自己呢是很喜欢抱怨生活，很喜欢抱怨我的父母，很喜欢抱怨世界的这个不公平，然后很抱怨这老天为什么要把我生在这样贫穷的家庭。直到后来我就发现到这个卡内基《人性的弱点》这本书，他就启发了我，他就说那些自怜之人呢只有可悲之处，那些很喜欢可怜自己，很喜欢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呢，他们永远呢都会继续可怜下去，因为他们在生活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然后呢，他看到任何的机会呢，他都不会把它当成是一种阴谋，而当成是一种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自从那一本书之后，它就启发了我，开始积极的掌控自己的这个人生。我开始去关注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我开始呢，就是慢慢的把自己的学业搞好，然后呢，去把自己的人际关系搞好。所以我慢慢的从一个学渣，然后开始拿到奖学金，变成这个大学，变成一个学霸。然后后来也开始成立了自己的这个频道，然后也开始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团队这样子。然后直到2年前，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鼻塞，遗传的。然后呢，我就是每次睡醒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像氧气不足的这种情况。那这时候我会选择去抱怨自己的鼻子呢，还是呢我开始去寻找治疗方法？所以我就开始去跟医生就是洽谈治疗，然后去做了这个手术，所以就割掉了鼻肉。所以现在呢，就呼吸起来会变得更加的畅通。然后后来这个鼻子解决了。又发生了另外一个病情，就是得到了这个痔疮。那这个痔疮我也是非常的困扰，就不能坐，不能站，就会一直瘙痒，然后会疼痛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不如就做手术去动一动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做了这个手术，结果做了手术之后呢，2个星期之后，这个痔疮又回来了。这时候呢，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烦躁，然后呢，我就非常的就悲观，我就讲为什么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然后过了一阵子，我就想为什么我一直要抱怨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变成像很喜欢抱怨生活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学会接受这个情况，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我的身体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学会了跟这个我的痔疮的这个和平共处。就我想办法让我的痔疮呢可以没有那么痛，所以我每天早上呢起来呢就会做一做这个运动，当然不是每天啦，就是偶尔就会做一做这个运动，腿部运动，让我的血液循环呢可以更加好的去流去我的这个腿部，而不会积累在我的这个臀部那边。如果我经常要常做的话，我就会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这就是我跟我的这个痔疮的这个相处方式。我没有选择让自己持续的烦躁下去，持续的抱怨下去，因为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把关注点呢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就刚刚所提到的。总而言之，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百物
入上涨，然后这个薪资缩减或者是你的购买力缩减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外在不能改变的影响，而是把焦点呢放在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所以你现在呢在看这影片的你也可以去想一想，还有些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做的。第二，改变花钱习惯，把钱呢花在这个刀口上面。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检视自己消费情况的机会，把所有不必要的开销呢都给通通 cut 掉。比如说这个经常堂食的，那就可以选择自己买一些东西来自己家自己煮，这样子就可以吃得饱了嘛。那再比如这个可能你有一个健身会员，那也可以把它 cut 掉，然后在家也是同样可以健身嘛。然后还有包括如果有吃很多这种保健品啊、维他命 C 的，那其实也是吃多一点水果，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多做一点运动，这样子就把所有不必要的花销呢都给存下来。那当然呢，存钱它是不可能让你变有钱的，而是呢让你有本钱呢给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所以呢，我每次都是这样提倡的，就是我并不是要你存钱，然后投资股票进去，而是你存钱，然后你去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呢是可以投入进去，然后呢可以提升你的这个收入的这个上限的这个可能性的，这样呢你才有机会才变有钱嘛。就像是以前我很穷的时候，我就要进这个大学，所以我就开始存钱，一直存钱。但是我一存到钱，我就买了这个自己的笔电。那因为这笔电呢，就是可以让我自己可以更多的去学习，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功课做好，然后进到这个大学。然后呢，直到我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也是开始有做一些小小的生意，然后呢，就开始也积累到一些钱。然后我也是存到钱之后呢，我就把它拿来买这个自己的第辆车，就是贷款买自己第辆车，然后在这个学校做那个租车的这个生意。而在租车这个生意之后呢，我又存到一些钱。那存到一些钱，我就开始投入在这个经营自媒体上面。那经营自媒体，我就买了自己的这个麦，然后买了更加好的这个桌面型的电脑，然后呢也买了这个更加好的这个椅子。那这些投入呢，都是可以给我未来带来这个收入提升的这个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存钱，然后想要等着这个钱让你变有钱，那是不可能，因为你的基数是保持一样的，所以你必须想办法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基数，这样子。那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就是呢，你要学会去专精自己的一项技能，直到呢别人愿意为你的这项技能买单为止，这样呢，你的收入的上限就会提升了。而我自己专精的这个技能，就是当时我去不断的培养，就是这个自媒体经营的技能，就是剪辑影片、做影片、做内容，然后怎样去经营自己的 SEO 和 YouTube 等等所有的东西。所以呢，当我这个技能一开始变现，我就有去接一些案子做影片，然后可以做这个线上课程，然后现在呢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培训，然后出书，还有付费社群等等的。所以呢，就是我因为专精了这项技能，才达到了这些结果。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提倡的，就是你不要只会存钱而已，而是你要把它投资在可以提升自己上限的机会上面。所以这边我也想要跟大家推一推我们的这一个成长读书会，那里面呢就有收录到我的100本自己亲自筛选和解读的世界好书，从创业的还有财商，还有人际关系，还有心灵成长，所有呢可以帮助你提升培养网络时代最需要的软实力呢，都会收录在里面。那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认知提升之后呢，你的机会就会变多，所以你想要变穷呢都是很难的。那我们的这个成长读书会一天也不到0.5美元了，一个月呢就不到15美元，比起你买一本书的这个价值呢还要便宜。而且呢，你不用怕买了这个书之后呢就看不下去，放在那边生灰尘这样子，因为呢都是我讲给你听的。那么这个其中的这个价值和回报率呢，相信都是可想而知的。总而言之，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你乱花钱呢是会让你变穷，但如果你只是会存钱的话，也不会让你变有钱的，而是呢你要把这个存来的钱呢放在可以提升你收入上限的这个机会上面。OK， 那么其实呢，近年来也是有很多人推崇这个什么 FIRE 的这个运动，最小化自己的消费，把这个钱存起来，全部投入在这个指数型基金这个股市上面，然后一年呢，每年可能就是平均个7% 的这个回报，自给自足，然后就开始声称自己很像财富自由了。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它其实是非常的不靠谱的。首先呢，因为你的这个财富呢是完全取决于这个股市的表现上面，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生活水平呢是完全依赖这个股市的。股市不好呢，你就只能吃面包；那股市好了，你才有一顿饭才吃。然后第二呢，你所有的生活的这个消费呢，也都必须要斤斤计较，每一样东西都是有 budget 的。就是去一个旅行，你只能穷游；那吃东西呢，也能选这种最便宜的这个餐点。然后你也不能选择要生孩子就生孩子这样子，这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所以这种怎么可能叫财富自由呢？那一点都不自由嘛。那关于这个课题呢，我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个 FIRE 是不靠谱的这个观点这样子。第三，成为创造主义者。Produce rather than consume， 这是我很多年前我一个非常喜欢的频道 Practical Psychology 所提到的。那当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学习这种个人成长的知识，然后就到处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的文章，还有相关的这个影片，所以就看到这个频道，他就用这种动画的方式来解说有关于心理学、说书还有个人成长的这个内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趣。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容易就是去吸收，而且呢还可以引发我们的这大脑的这联想还有思考，所以就觉得这种动画的方式呢，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学习方式。那我就在他的影片当中就有
看到这一句话，然后就突然激发起了我的这个脑神经元，打开了我这个小小的智慧宇宙。这句话就是这样讲的 ：Produce rather than consume。摄取倒不如去创造。当你去创造的时候呢，它会比起你摄取呢带来更大的这个快乐。既然呢你那么喜欢这样东西，每天去摄取它，去看它，倒不如你自己来去创造它，去雕塑它。你得到了这个满足感、幸福感呢，会比起你摄取呢高上很多倍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那我喜欢这种动画的方式来学习，那不如我自己来创造它好了。所以呢，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学习这个动画的旅程，怎样去说书，怎样去写内容，然后就开始有了现在的这个好业的这个频道。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就是坚定这个信念，就是当你学会创造的时候呢，你的人生将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转变。因为呢，你所有的这个享乐的时间、消费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的少，然后你的钱就会自然而然的省下来，因为你不会去被动的消费各种各样的游戏、各种各样的商品、吃喝玩乐等等的，因为你所有的这个专注力呢，都会放在创造上面，在给别人提供价值，再去服务别人层面上面。所以呢，你也会变得更加的专注，还有自律。那这时候，当你变得更加专注的自律，你做一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有信心，更加喜欢做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的好，因为你在帮助别人，你得到这种意义感，然后你会更愿意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再继续把这个东西做好做精，这样自然而然的财富呢就会流到你的这个口袋当中。当然，也不一定是要做你喜欢的东西而已。任何你觉得对别人有帮助的东西呢，都值得你去做这个创造的。好像我有一集影片是讲这个果腹论的，这个亚当·史密斯他就有提到嘛，创造力是你创造财富的前提，而创造有需求、有人想要的东西，就会给你带来财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躺平，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怎样去把它变成一个别人想要的，变成有市场的一个东西。好像我自己很喜欢看书、看这个动画，那我就自己来做动画。当然我也会在思考，别人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呢自己随便写内容，随便做那个动画，自己看自己爽而已。而是要去想一想，到底别人看了我这个东西之后，会不会有所帮助、有所影响，会不会带来改变这样子。所以呢，这种东西都是有所妥协的。你可能你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也要去看一看这个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看了有些人他每天很喜欢写文章，他写了一大堆文章，然后很喜欢一直 po 那些贴文还是什么部落格，但是呢他就没有人看，他就自己写自己爽，因为他的那个文章根本别人看不懂他写什么东西，对别人就是没有产生帮助。所以呢，我们要站在这个用户的角度去看一看，这样子有同理心的来去思考。像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我一个朋友叫做小丽。他很喜欢去旅行嘛，所以呢，一存到钱就会去旅行，一存到钱就会去旅行。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钱呢投入他这一个旅行这个兴趣上面。所以呢，对于安排行程呢，他是非常在行的。他可以知道怎样去买到最便宜的机票，什么时间呢去旅行是最好的。然后他经常也会跟他的朋友跟他分享一程旅行的过程。所以呢，只要他朋友想要去旅行的时候，去咨询他一下，他就可以免费的帮他的朋友去规划一个最划算的这个行程。结果呢，经过大家口耳相传，最后连他的朋友的朋友呢，也会找他来咨询这个旅行的事情。所以呢，当他发现这个大家有这个需求之后呢，小丽呢就开始写这个部落格，公开分享他的这个旅游知识。那从中呢，小丽呢就慢慢的开始有这个广告的收入，因为他写的非常好，对大家很有帮助嘛，所以就很多人会去浏览他的这个网站。所以呢，这时候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呢，时不时呢就会赞助他去旅行。而最后呢，当他的这个旅行的兴趣呢，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之后呢，小丽呢就开始辞掉了自己原本的工作，然后专心去旅行，还有经营他的这个部落格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说你喜欢做的东西赚不到钱，而是你没有去思考别人要的是什么。而只有当这个你做的这个东西，你的这个产能被需要的时候呢，它才能够变成一个财富。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你要从这个消费者变成创造者，那就是你提升自我价值、财富积累的开始。而当别人开始消费你的时候呢，财富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流进你的口袋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影片分享吧。那我觉得呢，这一个 hard time， 这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呢，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因为呢，如果你观看回历史的话，这个经济的情况呢，它是有好的时刻，也有坏的时刻。但是呢，这个坏的时刻呢，它总是会过去，它总是会有一个循环变成一个好的时刻的。虽然历史呢，它不会重复，但它会有惊人的相似点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切呢，都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只要我们掌握接受思维，把这个钱呢花在刀口上面，并且成为一个生产主义者，继续的在这个黑暗当中寻找曙光，那我觉得这一切呢都是会过去的，你的生活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的。OK，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分享呢，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百货通人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更好的去面对生活、应对生活，让你的生活呢可以往好的方向继续前进。谢谢大家的观赏，然后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那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赞、订阅还有分享，也别忘了帮我打开这个小铃铛，以便呢我在下次影片更新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弹在你面前。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